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汪。2026一開年，黃金漲的是讓人頭暈目眩，相關的股票那麼大的市值都能連續漲停，這個世界到底怎麼了？有捶胸頓足的，有追高買入的，有提醒風險的，比如那個《時間的玫瑰》的作者但斌啊，比如昨晚呢，這黃金突然又大跌了，所以啊，咱必須得理解這輪黃金行情到底怎麼回事，這可真是又一次的財富大洗牌，普通人還有什麼下一次的機會？而且毫無疑問，黃金暴漲只是一個排頭兵，後面還有大把的機会等着大家听我一一講來。2025年的1月以來，黃金已經多次創下歷史新高，就是它先創新高，然後回調一下，然后又創新高，就這麼已經搞了十幾次了。我們來看看它這個漲速在3月的時候，國際金價首次突破3000美元，現在呢都已經站上了5000多美元了，一度接近6000美元。這波行情的背後，真正的買家是誰呀？答案就是全球的各國央行。世界黃金協會的數據顯示，2024年全球央行黃金購買量連續第3年超過1000噸，中國的央行更是引人注目，已經連續多個月增持黃金。中國央行黃金儲備連創新高，一直在增持啊，包括波蘭、印度、烏茲別克斯坦、巴西等國的央行都在大規模的購金啊。那世界上這麼多央行都在買黃金，是不是跟過去1年就感覺好像俄烏戰爭啊什麼的就有戰爭相關呢？對，跟世界不太平有關，尤其是中國央行在不斷的增持黄金，有很多见證的博主都在預測嘛，在未來幾年台海局勢可能會非常緊張，而金融機構普遍預測未來的半年到12個月，各大央行還會繼續買入黃金，可以說這不是投機，這是一個戰略性的資產配置。那作為普通的消費者來說，我們是不是還可以繼續接着買入黃金相關的股票呢？這個我後面會講哈。對於普通投資者來說，現在其實已經是一個相對高點了，要特別謹慎。後面我會具體講。我們繼續講這個為什麼各國央行就瘋狂買黃金，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啊，就是對美元資產信用的一個擔憂。可以說，川普的政策呀，因為經常在調整嘛，而且他的關稅的威脅也不斷。甚至呢，对美聯儲主席也發起了一些刑事調查，還有格陵蘭島現在有風波是吧？說要把格陵蘭島收入囊中。每次啊，它都會引發美國的股市、債市和匯市的全面的拋售。美國以外的全球央行持有的黃金儲備總值已經超過了美債規模，這是30年來的第一次。現在黃金就是已經超越了美債，成為美國以外全球央行的第一大儲備資產。而這波黃金行情最核心的目的其實是啥？是各國化債所用，目的就是把普通人手中的閒置的資金搞出來。歷史上金本位崩塌以後，世界各國現在都採用的是凱恩斯主義啊。金本位制下發行貨幣錨定的是啥？就是黃金哈。而凱恩斯主義發行貨幣錨定的呢是債務。簡單說就是過去印錢你要有黃金做抵押，你有多少黃金你才能印多少錢。現在呢不用黄金了，改成用債務做抵押。政府如果想印錢，就先發行國債，然後央行去花錢買下国債，然後這個錢自然就印出来了。債務越多呀，能印的錢就越多，所以各國都在瘋狂的借債。美國國債是35萬億美元，日本政府的債務占 GDP 超過了260%，中國地方隱性債務也有至少幾十萬億。但債務顯然是不能無限的膨脹，總有還不起的時候。一個國家如果要想輕裝上陣，繼續發展經濟，必須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債務的問題。而中國的化債問題一直也是一個非常頭疼的老大难問題啊。有人說啊，這個黃金的總市值也就4萬多億美金，割不出多少東西啊。確實啊，黃金的總量就擺在那兒，它每年的增量也是有限的。這也是為什麼後來各國政府拋棄了金本位，因為黃金已經無法跟上現在社會財富的這種創造的速度，跟不上發展了。而實際上現在啊，隨着金價的上漲，現在全球黃金總市值已經達到了28萬億美元還多，這還不包括相關衍生品交易的市值。也就是說，現在黃金這麼大的市值的情況下，再次具備金本位的這個價值屬性，已經開始顯現了。而現在的這個經濟環境根本不具備貨幣大幅貶值的基礎啊，所以大放水你必須要錨定某種資產，比如90年代開始開發的商品房，錨定的就是大量未入市的土地資源；2010年前後的大基建，錨定的就是基建建成後的未來收益；2016年的房地產，錨定的就是普通人未来30年的收益嘛。那這次的貴金屬上涨，錨定的就是庞大的
銀行存款余額。哎，你这些钱不进入流通的钱，那就是死钱，对经济发展毫无用处。所以前一阵不一直说嘛，放水，但是呢，这个貨幣一直在银行和金融机構里面进行空转，没有真正的刺激经济。那既然老百姓不消费、不买房就存款，哎，那就想办法把这个存款掏出来，来帮政府进行还债哈。以中国为例啊，中国有大量的城投债。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哈，截止2024年的年末，存量的城投债大概是2.2万只，規模大概是15.52万億。2024年呢，城投債的淨融資額為負的4972億元，首次出現了年度淨償還。2024年的11月，政府又批准增加了6萬億的地方債務限額，用於置換存量的隱性債務。從2024年起啊，連續5年，每年從新增的地方政府專項債券中安排8000億用於還債化債。美國有國債，日本呢有老齡化的債務，歐盟有福利債。對一個國家、一個政府來說哈，讓普通人把錢呢從這個銀行存款裡拿出來啊，尤其是這些有閒錢的普通人啊，收割普通人，對，是最優的策略。既不影響社會和政治的穩定，也不會影響民生的基本面。有人呢還能賺錢，賺不到錢的也只會責怪自己眼光不行，認知太低。那麼如果化債是這波黃金行情的根本原因，那麼下跌的時間點就取決於債務的化解進度，這個都能理解是吧？從中國的情況來看啊，2025年那個城投債到期的規模大概是3.69萬億，如果按照2024年70%的真實回售比例計算，2025年回售的規模大概是1.27萬億元，到期及回售的總額是4.96萬億。還有就是6萬億的化債資金要在2024到2026年每年安排2萬億，再加上每年8000億的專項債化債資金，總共是每年2.8萬億。反正就是簡單一句話，你就記住啊，按照這個節奏，主要的化債壓力會在2026年的年底基本釋放，就是今年年底。但是全球層面的債務化解呢，也不是1-2年就能完成的哈。比如美國的財政赤字持續惡化，日本的政府債務佔 GDP 比例超過260%，這種結構性的問題短期內是難以根本解決的。總體看，最大的黃金的下跌風險可能會出現在2026年的下半年到2027年啊。那為什麼昨天晚上突然出現了黃金的暴跌呢？就是因為1月份開年以來，這個黃金上漲的速度過快，以至於啊，它現在產生了一個回調。我估計啊，它會回調一定階段之後啊，它會大概率繼續上行。然後真正的出現拐點應該是在2026年的下半年，還有半年時間。對，但是這個區間已經是相對的高位，作為普通人，我不建議你大規模參與繼續做多黃金。屆時啊，中國的這輪化債高峰啊就基本結束了。那如果地緣政治風險階段性的緩和，美國經濟數據改善，黃金就有可能在年底出現較大幅度的回調。但是還有一點大家要注意啊。因為這個央行購金啊，它跟普通人或者是金融機構購金是完全不一樣的。那金融機構購金它會有賣出的時候，央行購金它是一種戰略性的、長期性的國家資產配置行為，對金價的這個漲跌它波動啊，它不敏感。所以世界黃金協會調查就顯示啊，95%的央行預計在未來1年將繼續買入黃金。這也就意味着，就像我剛才講的，即使金價有一定的回調，就像昨天晚上，但是下跌空間肯定會受到央行購金需求的限制，很快啊，有可能又會重拾上升的勢頭。可以說，貴金屬只是開始。歷來的這個股市和大宗商品的週期都顯示啊，下一步大概率啊就是原油啊、農產品就會輪番登場，然後這個大規模的康波週期就來了。要理解這個過程，咱們就先了解一下這個康波週期理論啊。康波週期啊，全稱是康德拉季耶夫週期，是俄國經濟學家康德拉季耶夫提出的哈。他描述的就是50-60年作為一個週期的經濟的長波動，每個康波週期分為4個階段。回升、繁榮、衰退、蕭條，每個階段大約持續10到15年。從1782年至今，可以說全球經濟經歷了5輪康波週期。就是眼看它起高樓，眼看它宴賓客，眼看它樓塌了。對，但只不過這個週期的時間跨度還是比較長的。你看，第一輪啊是1782年到1845年，紡織和蒸汽機英國主導。
第二輪是1845年到1892年，以鋼鐵鐵路美國崛起為代表。第三輪是1892年到1948年，是電氣化化工，然後美國呢確立霸權。第四輪是1948年到1991年，以汽車、石油化工為代表，然後美國進行了全球的擴张。第五輪就是1991年到2025年，可以說是信息技術和互联網的高速发展，中国快速的追趕美国。那已故的经濟学家周金涛被称為周期天王，他有一句名言叫做“人生發財靠康波”，意思啊就是每個人的財富積累啊，不要以為你是多有本事，財富積累完全來源於經濟周期運行的時間給你的機會。這和很多人經過了多年的這個歷練之後所得出的人生感悟可以說是暗合的，是吧？周金涛啊，他就成功預測了2008年次貸危機、2015年股市暴跌。他認為第五輪康波周期從2008年進入衰退期，2015年到2025年是蕭條期，而2025年之後將進入第六輪康波周期的回升期。當然了，大家要考慮哈，周金涛他因為去世的比較早，所以他这个周期呢也没有考虑到中国的现有的经济和政治以及地缘政治和美国川普上台等等诸多复杂的情况，而这些变化毫无疑问引发了中国和美国经济和政治各种环境的一些变化，所以他这个周期肯定是要做一定的修正，但是总体上来说大差不差哈。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如果2026年是新一轮康波回升期的起点，那意味着啥？首先啊，你看全球还真的就在经历多个技术突破的技术爆炸阶段啊，人工智能和算力革命从2024年就开始，然后2025年通过人工智能取得了突破，然后 AGI 啊将重塑各个行业的效率，这已经是毫无疑問的事兒。能源又加速了轉型，光伏發電佔比不斷的提升，新型的儲能成本下降，推動綠色工業的革命。量子計算機從實驗室已經開始進入通信和金融等等一些場景。此外還有這個生命科學啊、太空產業化、什麼星鏈、自動駕駛、人形機器人、腦機接口等技術在不斷的進行突破哈。你看中國在新能源領域佔據了全球70%的光伏產能。你可以說捲，你可以說這過於的這個產能過剩，但是毫無疑問，它就是佔據了這麼大的一個份額呀。然後新能源汽車又佔據了全球市場，現在接近70%。現在中國在創新藥、量子通信、太空探索領域也不斷進行突破。2025年初，這個 DeepSeek 的出現，也是顛覆了中國僅扮演技術跟隨者的這種刻板印象，現在也影響了全球的資本市場。現在全球也可以說在對中國資產的價值進行重估。其次啊，現在全球進入了降息週期，也就意味着大放水階段即將到來。美國結束了加息的週期，全球多個資本市場處於降息週期，資金成本現在是越來越低，越來越多的資金會從銀行進行搬家，流向資本市場或者消費市場，刺激經濟的復甦以及股市的大漲。康波蕭條期的特徵啊，就是低增長、低通脹。你看前一段是不是大家都經歷過這個階段？本質啊，其實就是前期的那些創新被吃乾抹淨了，就是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時代。你看現在基本上沒什麼新的大的公司出現了，對吧？對，就感覺瓜分完了已經。對，現在出現的全都是人工智能為代表的這些新的企業哈。那經濟呢，在蕭條期也是進入了零和博弈階段。蕭條期是大宗商品比較容易出現暴利的時期，其實啊，你可以做多，也可以反手做空，但是你必須得把握得非常好。可以說這個很多人在這個時期還是按兵不動為主，比較安全。然後這個周金濤曾經提到過哈，說2016年之後是不能做空大宗商品的，因為供給出清特別容易走極端，反而會將大宗商品價格推到想象不到的高位。現在看來，他這個預測啊，遲到了幾年，但是現在終於來了。所以我前面提到那個下一步就是原油、農產品會輪番登場，絕對是有理論和實踐支持的哈。在康波週期蕭條末期和回升的初期，大宗商品就非常容易出現供給端衝擊導致的價格暴漲，黃金已經率先成為了排頭兵。那麼普通人如何應對哈？因為很多人都沒有買入黃金嘛，沒有趕上這一波，現在又在高處不勝寒，那怎麼辦呢？是如何在下一個階段進行賺錢呢？下一輪康波的週期起點可以說就在眼前，
你看剛剛走入尾聲的這個蕭條期，最大的特徵其實就是危機。這個危機大家是不是都感受到了哈？覺得這個經濟啊一片暗淡啊，然後普通人這個民生啊各個環節都覺得還看不到什麼希望，年輕人眼睛裡都沒有光了。然後尤其是這個房價的大幅暴跌，我們前一段還做了一期節目是吧？200萬億的財富灰飛煙滅，然後又產生這種經濟的溫差。但是在這種危機中啊，持有現金的人就能夠抓住機会买入優质資產的機会。你看这个李嘉誠當年的第一次脫胎換骨的財富增量級的暴漲，就是因為他當年抓住了香港地產的那個危機時刻，他大量的購入了地皮啊。那現在呢，關注新技術革命帶來的產業機會是現在這一波康波機會的最好的時機。所以說你看到科技股從去年開始，雖然這個牛市沒有全面到來，但是科技股普遍就進行輪番的暴漲啊，新能源、人工智能、半導體、國產化呀、雲計算、創新藥、高端消費、醫療健康等等領域，就是未來10到15年財富增長的一些關鍵領域。比如在股票投資方面第一的就是科技股龍頭，你像 AI 算力、半導體、國產化相關的一些企業，就可能催生2000年互聯網泡沫前的那種超級成長股。但是剛剛不是說他們已經暴漲了很多了嗎？對，雖然暴漲了很多，但是你想，就是在2000年初的這個阿里和騰訊是吧？騰訊可以說你在從2000年到2005年15年的時間裡面，你任何一個時間點你買騰訊都是對的。上一波就是互聯網的和移動互聯網的這種暴漲嘛，那就是騰訊的一個體現。也就是說你其實有很長的周期可以去買入，不是說它暴漲了1年之後你就覺得高處不勝寒就不能再買了。你只能說現在你可以繼續比如說對於高位的股票你可以繼續觀察，你逢低你買入，如果你選對了，它還會持續的暴漲未來可能會有上百倍的機會。尤其在這種康波周期蕭條期過後的起點階段，消費的復甦是非常關鍵的，因為通脹即將到來，那些高端消費或者醫療健康新消費品牌都會隨着內需的回暖和通脹的到來迎來業績的修復。所以在目前已經以黃金為代表的這些貴金屬已經開闢了上漲通道的情況下，那下一階段我非常看好的就是那種大宗商品以及資源型的股票，比如石油還有農產品像石油已經在前幾天已經開始出現了那種小市值股票的大幅上漲估計以原油為代表的一些相關的資源型的股票會在未來的半年有一個大幅的上漲機會。但是我也要提醒大家一點，現在你不要盲目的去追黃金了，因為黃金在短期漲幅過大，它有回調的高度可能性。你現在進場就可能給別人進行短期接盤。雖然各大金融機構預測黃金有可能一直漲到今年的年底，但是大家一定要在投資方面學習李嘉誠的這種行為，就是他會提前布局退場的時間，也就是在別人退場之前他先退場，這樣呢不吃最後一段魚尾，但是他會非常的安全，因為他的資金量也更大嘛。另外大家還是要注意一點，雖然通脹即將到來，因為有些人習慣持有房產以抵禦通脹嘛，但是因為中國人口等等各方面大家眾所周知的一些經濟的一些原因，現在房地產真的是只有核心城市它有結構性的機會，3、4線的房產如果你持有過多的話，一定要果斷的減持剛才我提到那位周期天王周金濤，他在2016年就說過就是2016年以後不宜買房，也就是房地產那個時候已經是兌現階段，不是買入階段了。再有一點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你不必去追逐那個短期的熱點，就是現在的黃金你可以去關注原油或者農產品，現在因為這些現在還處於一個低位。康波周期它是一個長周期，財富的積累一定是需要時間的，而且康波周期剛才我以騰訊為例，你可能有10年的時間，所以你現在完全可以從從容容游刃有餘的不去接盤黃金這樣的高位，而是去布局那些現在仍舊處於低位的那些大宗商品和資源性的股票上面。總結來說這輪黃金暴漲的本質就是全球各國央行主導的一場債務化解行動。中國有城投債，美國有國債，日本有老齡化債務，歐盟有福利債，這些債務不解決，經濟就無法輕裝上陣進入下一個週期。而這輪黃金的下跌時間大概率會在2026年的下半年到2027年，那個時候中國的這輪化債高峰基本結束。但是呢，由於全球央行的戰略性購金仍舊會限制下跌空間，所以也不宜做空。而普通人能把握的機會
就是我們大概率現在是正在站在第5輪康波周期的蕭条末期和第6輪康波周期的回升初期这個歷史的交匯點。那麼未來啊，原油、農產品等大宗商品會輪番的上漲，然後大規模的流動性釋放就會到來。可以說這是一次非常明確的財富的再洗牌的機會。所以大家現在你拿好現金，然後關注技術革命帶來的產業機會，配置那些科技龍頭啊，還有新能源、消費復甦、出口型的企業，避免追高黃金和那些3、4線的房產，重倉那些由於通脹可能會引發大幅價格上漲的那些股票和資源。我相信，如果把握住機会，2026年的這一波機會會讓很多人的財富大幅增值。選擇一定是比努力更重要。在蕭條中播種，在繁榮中收穫。希望大家都能抓住這次康波周期的財富浪潮，實現真正的財富躍升。祝福大家！好，我們本期就講完了，下期再見。下期再見。